终于有人帮我拍开场白了啦，其实不是人啦，他就是 DJI 的这个 drone 啊。然后这是我今年2026年以来最棒的生日礼物，非常感谢阿丽送我这么贵重的一个生日礼物啦。台湾，是不是 CVT 的特性？台湾，是不是 CVT 的特性？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2026年的 Proton Saga。去年的这个2025年的年尾啊，我有参加 Proton Saga 的3天2夜的 Media Drive， 当时我们开的这辆车去 Gerik， 而且我也在 Gerik 那边跑了那边的这个乡村小道，那个影片的反应还不错，2集的影片我都觉得不错的。当然呢，就有很多网友粉丝呢就敲碗说，Ed 人，我想看他驾上云顶。那今天他就来了，非常感谢 Proton HQ 呢借出这辆车让我开它1个礼拜的时间。我有很多小东西需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在这段时间过年期间有去拜年啦，有去买东西啦，上过高速公路去马六甲来回一趟啦，不错的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Proton Saga 呢总共有分为3个等级啊，容易理解来说，我直接干脆呢叫它低配、中配、高配就好了，以大家更加的了解。高配50千，中配45千，低配呢39千。低配跟中配是 4AT 的，高配呢是 CVT 的。在我身后面这个是最高配的啦。之前在我这个频道我去跑山路那台呢，它也是 CVT 的，我也开过 4AT， 但是很可惜那时候下雨天我没有拍摄。然后我也觉得 CVT 跟 4AT 开起来分别真的很大。那各有各的好啦，这个也是要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你的口味。那如果你们对这辆车有兴趣，想要试驾，你不妨可以找我带你们去试驾咯，下定啊，当然也可以找我下定啦哈。如果你们仔细看我这个频道啊的 Saga 影片，还有其他的 Facebook 的 Forum 里面啊，你会看到 Proton Saga 其实蛮受争论的，有些人讨厌 CVT， 有些人讨厌 4AT， 所以我觉得 Proton 这次的一点做得很好，它总共2个选择给你，你不喜欢 CVT 你就买 4AT 咯。如果你们想看我试驾 4AT 啊，麻烦在下面评论一下给我知道一下啦，或者是给一个诚意来啦，这个影片超过2000个 like 好不好？那我就直接跟 Proton 借 4AT 再分享一下那个驾驶的感受有什么。我相信在之前我的影片有大概了解过了啦，但是如果想要更详细的话，行动一下咯各位。好，带你们看一下2026年的 Proton Saga， Let's go。2026年的 Proton Saga 总共有3个等级 ，Standard、Executive 还有 Premium。刚刚我都说，以理解来说，我们称为叫低配、中配、高配就好了。最高配的价钱呢，也不到5万块，你就可以买到一个配备蛮齐全的一台车。那老实讲啊 ，Brodua Beza 在市场上真的太久了，它也没有打算要出新款。据 Brodua 说，好像是2030年它才会出最新款的，还可能会做一个小改款而已，可能加一点 ADAS 啦。你看它不到5万的 Saga， 它配备这一个 ADAS Level 1， 所以它有 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Rear Collision Warning。盲点侦测啦，车道偏离的警示啦，或者是你停下车你要开门啦，后面有车来，它也会用盲点侦测来提醒你的。还有最重要就是它有自动的远光灯。但是如果你说驾驶体验来说，它比 Beza 真的是相差太远了。如果你开了 Beza， 你再开这个 Saga， 你去一趟高速公路，你下马六甲，你飞一个140，你就懂哪一个更加的稳，更加的舒适了的啦。这台 Proton Saga 呢的悬挂设置，前面是一个多连杆，后面是一个扭力梁，车身的高度呢，原厂不知道为什么特意把它调得这么高哈，这是
有史以来 Proton Saga 都一样的。后面有特高一点，如果坐人的话会明显的降低啊。虽然这个高度呢是很舒适的，我过任何的减速带没有问题，地下道的停车场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开久了呢，你会不会看腻了呢？会不会把它降低了呢？你就要再三考虑，因为你把它降低，你换上这个 adjustable 车就没有这么舒适了。但是稳定性还有它的操控性肯定有大大的提升。这个新款的 Proton Saga 它的车身也比以前坚固了一点，所以开起来跟旧款是有一点分别的。悬挂也比之前更加舒适了一点。前后的轮胎都是用 Atlas 的 AS380 的轮胎，这个轮胎是 Made in Thailand 的哦，尺寸为185 55R15寸，前后的一样的轮胎啦哈。这个轮胎之前我在 Gerik 下雨天跑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抓地性还 OK 的。刹车系统前单活塞，后面是一个 drum。论外观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最顶配呢？第一点我会看它的大镜上面有多一粒 sensor， 那是给 ADAS Level 1的啦。侧裙跟中配不一样，贯穿式尾灯，轮圈有双色的，内饰全皮革，后备箱多了一个电磁阀，这个是很可惜中配跟低配都没有的。这是这辆车的钥匙，小格的，我蛮喜欢的。这喇叭的按钮一按了之后啊，它就会响，让你知道你的车在哪里。OK， 我觉得找车也是蛮好用的。再不然的话呢，如果你按一个锁或者是解锁的按钮，车头的日行灯还有车尾的贯穿式尾灯它都会亮起。而且这辆车也有 Follow Me Home 的功能哦，有30秒跟60秒之间。一旦你在晚上锁了车门之后呢，那个车头灯会亮着30秒或者60秒，以你的个人选择喜好照明你回家的路啦，会更加的安全啊。我很喜欢这辆车的车尾灯哦，其实晚上看下去哦，亮着的时候很高级很高尚，尤其是在车尾这里看过去的时候，你完全不能想象它自己是一个 A segment 的车子嘞。但是这个是要买到高配才有啦，不知道以后呢会不会中配或者低配呢也可以改上去呢？我觉得有可能啊。A segment 的房车里面是唯一一辆哈，它有配搭着前后的 LED 的 signal 灯啊，这是我觉得看起来更加的加分的一点。后退灯呢，它也是 LED 的白灯的，这个是我没有的投诉的一件事情。再来，我想要表扬就是这个车头灯哦，它是一个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 哦，各位听好了，它是 LED projector 啊。如果你买Beza的高配哦，它 LED 吗？可是它是 reflector 的灯哦，晚上真的很亮，这是我必须要表扬一点。远光灯也在它的那颗 projector 里面，所以它的制作成本也是比Beza高了的。各位，这个中网呢也重新设计过了，开口也是很大哦，风进去 condenser 也好啊，你的 radiator 散热器啊，我觉得都有大的提升呐。要开启这辆车的尾箱的方式有3种，一个是在车里面拉一个小拉杆，第2种就是按这个钥匙上面一个 hold button， 第3种呢就是在高配后面有一个电磁阀，你这里按一下。然后可以直接打开这个车尾箱了。这车尾箱哦，我刚刚载了5个嘎登的这个啤酒大罐的下去都没有问题。一家4口出游的话，这个尾箱空间是可以的。而且马来西亚人买车很介意的就是有没有备胎。对的，这辆车肯定是有给一个备胎的哈。椅背可以做倾倒，但是它不是64啊，要么就整张倒下来，提升你的后备箱空间。连两边的 ISOFIX 都给了你哈，已经给了你完整家庭需要用的功能。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我觉得Saga啊。这么多年以来呀，就是比较舒人的就是它的乘坐空间呢。比起Beza的话，它会比较小一点。可是呢，就是因为这张座椅呢，它有做一点凹槽进去，中间有一点小鼓起啦。后面有2个 USB 插槽，置杯夹，挡挂前面有2个置杯夹，这3个置杯夹都不会很大，但是足够让你放一杯霸王茶姬没有问题。在这个价位就没有什么中央扶手了哈，后面也没有灯，但是有一个小手把，还有一个小挂钩啊。后面这边的是硬质塑胶啊，但是排列都很整齐，按钮都很好按。但是一个5万块的车来说，我真的很难去比较什么啦。我们就以这个价位来看待这辆车。5万块，你不要想到它有10万块的这种材质，好不好？这里也是硬质塑胶。窗户的按钮呢，也是质感还跟之前一样的啊，还有的 window lock， 它是唯一一点只有驾驶员那个窗户呢，还有自动下，它没有自动上。这边有一个置杯架也是不算大的，2张座椅都是手动调节，而且是全皮革的，它是有带一点灰色的，有点像双色的感觉啦。之前在我的去 Gerik 的试驾影片呢，我有讲过啊，中配跟高配的座椅的坐姿完全不一样，高配会比较高一点，中配会可以更低。可是呢，整张座椅的设计也不一样，调高调低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高配是上下这样子调，中配呢是转的，把椅子收进去的。我觉得以好坐来说，我会选这个中配的座椅啦。这个方向盘呢，跟之前的一代 X50是同款的，所以握感都非常的棒，而且也不会很大颗，刚刚好有这个 D 型的方向盘，我觉得这个很受年轻人喜欢啦，看起来更加运动化嘛。这辆车有配搭这无钥匙启动，踩一下刹车，哦，这里就会亮个绿灯嘛，按一下。这个方向盘就只能调整上下，
不能前后啦。这个唱机呢，一旦你解锁这个门之后，它已经是 ready standby 给你了的，所以你会看到你的手机已经是自动连上 Apple CarPlay。在新车的价位5万块里面，你说有哪一辆车的 Apple CarPlay 可以这么的顺呢？连8万块的 Pro Duo Trust 还是 Trash 啊，whatever 啦，你都懂啊。自动头灯，有自动远光灯，还可以完全把灯关完的选项。闪人家远光灯是这样，开远光灯是推进去的哈。没有自动雨刷，可是它的雨刷呢也有的分为慢式的，然后你在 Ignition 里面你可以调整它的速度啦，拉进来就是喷一下水啦，推上去就是烧一下水啦。比起之前上一代的 Saga 这个内饰真的是看得太舒服了，之前就感觉到这个 dashboard 好像有点矮哦，这一次呢就真的综合了很多，冷气的出风口中间跟旁边都是一致的平的，而且冲盖的设计，它的控制呢也是很直接，而且 Saga 的冷气一路来都是很冷的，锁门按这边，再解锁也是按这边，我觉得放在中间是真的是最聪明的设计啊，所以左驾驶也是很容易可以操控。后大镜加热，这个是 Hazard双向灯，而且有亮灯的，你看到吗？比起之前上一代的这个 Saga 啊，这个是好太多。之前好像按不到这样的。防滑系统关闭要按一个99，你看到这边有防滑系统关闭了，它也是会亮着灯的。这个是 Parking Sensors， 当它切换到 D， 它就会开启，你要关也是可以。OK，Reverse 它也是一样。而且这辆车有倒退的 CCD， 还有 sensors， 而且当你可能开着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啊，你靠近一些物体啊，它会弹一个小窗户出来，它不会遮完你的导航那些咯。手动调节这个阅读灯呢，我必须要给它加分的。当我开门关门呢，它会慢慢的亮起，再慢慢的关掉，体现这辆车的高级感的一点。如果晚上呢，在解锁了之后，白灯照下来，方向盘的按键亮灯，冷气控制台亮灯 ，side mirror 的调节啊 ，push start button 啊，窗户的按钮啊，这些都亮灯啊。这边就没有灯啦，可是就有镜子咯。左边这边也是会有镜子咯，一个手扶箱，我这边有一个12伏电瓦。这里印这个 Proton logo， 还有一个钥匙的这个形状哦，我觉得可能是钥匙没有电的话，你要 start 车哦，你应该要把这个钥匙放在这边，它的传感器在这边，然后你就可以按 start 了。我觉得是这样啦。这个挡冠呢就很容易理解了哈 ，PRNDS。传统手刹最容易保养的，但是一旦每次我会拉了手刹之后啊，它就会有一个声音，你们听一下。我觉得好像在开飞机那种声音哦，所以 Proton 每一辆车啊，弹出这种小小的这个 warning 声音呢，就好像在开飞机这样，完成了我一个开飞机师的梦。拉了手刹之后会弹出一个小窗户，会给你知道，下车记得注意后面有没有车。如果后面真的有车来，也会在side mirror那边亮出一个灯作为提示的。Proton这次为了做出好看的中控啊，它逼不得已要做类似像全屏的，可是带来的后遗症就是啊，你听到这个声音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连你买到 Mercedes-Benz 啊，只要是全屏的，这样熬一下扭一下都会有声音。包括如果你可能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你一上车你就开了冷冷的冷气，一下子受热膨胀啊，受冷收缩的时候啊，它就会有哒一下那种声音，这是在所难免的。各位，你买200千的 Mercedes-Benz， 只要是全屏的都是这样。这个仪表呢也是蛮多功能显示一下哈，你这边有一个按钮，按一下 Trip， 你就可以更换这个左边的显示啊。现在是我的瞬间油耗，还有我的 ODO 公里数，然后 Short Trip 跟我的 Long Trip， 这是我来记录我的一桶油走多少公里的。现在我有半桶油多一点点，我走了212公里，这是 Full City Drive 啦。而且呢，我平均油耗可以达到14.3 km/L， 因为昨天塞了很严重的塞车，平时我开呢是维持在15.6啊、16里面啊，而且那天我下了马六甲，我一路上开的速度也不算慢。如果踩着160去的话，你可以看到瞬间油耗是在9 km/L 左右的。但是如果你顺开100、120哦，油耗是不错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快乐表啦。这样子的速度上下马六甲，我总共走了350多公里左右啊，添了一个30多L。水温在这边，它通常都是维持在这边就停下来了。这个转速表在这边 ，OK， 你踩一下油。OK， 挡挂显示，还有它的 range， 这个是不能换的啊。如果你 Apple CarPlay 在播着音乐，它就会出来你播什么音乐。它有2种主题啊，你需要更换的话呢，你必须要按方向盘这个按钮按一下 Views， 你去到 Traditional Dials， 它就是像蝴蝶式的。但是如果你按回那个 Trip Button 呢，它就这里可以更换你的也是资讯呐。Alarm Volume 呢，你这里就可以设置你的 Signal 声，或者是那些 Alarm 的声音变小声，你去到 Low。这个是 High， 一般上我放 Medium。这个 Overspeed Alarm 呢，你可以开，
它可能到时速120呢，它就会提醒你一下啦。设置时间啊，语言啊，有英文跟马来文。Short trip reset 这个 units 呢就可以更换 liter per 100 km 还是 km per liter， 这个就是 warning， 可能你没有系上安全带，它就会给车有什么问题故障啊，它也会出现在这边。如果你没有按这个按钮的话呢，你基本上这个是来调音量，这个是来左右，按了这个你才可以控制这个仪表。仓节功能对我来说也是蛮多的啦，这里有 vehicle settings。OK， 或者是让你知道你还可以走剩下多少公里的 range。这个 gallery 呢，必须要插 USB 了之后才可以看的啊，所以 USB 在哪里呢？就在下面这一边了。可能你插了 USB 还可以听歌啦，等等的。但是我们通常用 Apple CarPlay。OK， 我们去到 settings 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 vehicles 里面 Follow Me Home 有多少秒可以选项 ，Display 亮度哈，所以它是一次过一起调的。但是如果你晚上开了灯之后啊，你也是可以调整它的亮度。OK， 我是调的最暗的。然后 Sound 上面呢，你就可以调 Equalizer 啦啊，这个是我的 Custom 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然后还可以调整这个 Bluetooth Call 啦，是多少啦 ，System 啦啊，这些很多东西可以调。警示的声量啊，还有一点就是我最喜欢的，唱机呢就是会跟着你的时速，然后慢慢的提升这个音量。可能你在听着这样的音量，可是你的车越开越快，风声越大嘛，它就会慢慢的提升这个音量。如果慢下来，慢慢的减少，我放 low 就好了啊。ADAS 系统呢，这边就有一系列的这些啦，Lane Departure Warning 啦，我把它关掉。Connect 呢就是 Bluetooth 啦这些 ，OK，System。就这样而已。不过这个全屏也是有好一点啊，至少我可以买一个这样的东西 ，MagSafe， 然后粘在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地方，让我可以放上我手机。如果你们想要买这样的东西的话，不妨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评论那边有一个链接啦，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而且这个也是很好安装的，如果你要安装在这边也是可以，按下去，然后这样子转，转了之后呢，它就会真空了嘛，然后你可以拉出来。你可以转，你要讲放你的手机都是可以。但是如果你觉得开车这里会挡得到啊，我不要放这边也是可以，放一下空气，拔出来，可能我在这边转 ，OK， 转好了之后呢，啊，你看多好，而且我手机还可以吹冷气嘞。多好，这个 side mirror 是可以收叠的哈，可是这个也不需要啦。每次我锁车了之后呢，它也会自动收叠起来的。调整你的头灯的高低，这边可以打开引擎盖。你每次一开门关门，钥匙不在车，它就会有这个4声的响。这具是一具1.5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Proton这次叫为 IGT Petrol Inline 4，不知道是不是 X50 4缸、X70 4缸那些的自然吸气版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啦。最高马力120 PS， 150个牛顿米的扭力，在4000转会爆发出来，最高9G 的。而且这一次是换了timing chain，方向盘也从 Hydraulic 换上了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而且高配呢是配到 CVT 的无段变速箱，而且据说这个也是Pan CVT 的啦，而且我开起来呢好像是有 clutch 了哦，而且这次的起步呢也不像以前的Pan CVT这么有顿挫感。如果你买到中配或者低配，4AT 是来自于爱信的。今天 FL5 不要欺负我啊！给 OK， 那这一代的 Proton Saga， 听讲它还是依然用着同样的一个品牌，来自于 Punch CVT。可是呢，这个 Punch CVT 啊，它起步了就很明显跟之前你开的 Saga 完全不一样。因为 Punch CVT 啊，它其实是有离合器的啊，就是说你在放开那个刹车那一刹那，然后它就会慢慢的松开那个离合，然后你一踩油，可能你踩得太快的话，它会那种冲出去。我不知道以前你们有没有开惯 Persona 或者 Saga 那种感受啊？你会觉得不顺的起步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什么小技巧啊，什么关掉那个防滑系统啊，然后起步的话会好很多，他们会这样子讲。啊，这个我是感觉到会有一点小分别啦，但是还是解决不了，就是你起步的时候油门不可以下得太重，也不可以太快，然后就导致你的车就一下子冲出去那种感觉很不好受啊，好像刚刚学习开这个手排这样子。OK， 那现在这个Saga就不会这样的感觉了，而且我觉得它整个行程切换的很舒服、很顺畅啊，你就当做它是一个普通的 CVT 来开就好。那时候去格力，那时候啊，我就面对时间比较短暂，也就是说我比较少啊，就是在城市里面穿梭，都是一般上在高速公路比较多，然后我就比较少体验到在城市塞车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呢，我拿了这辆车之后，我就开始发觉到，对了，它的离合器解放那种感觉呢，真的是少了很多。但是如果你是系列人呢，你还是一样可以感觉得到它会松开离合器那种之间那种感觉。OK，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看它的话，基本上蛮不错的。然后这一代的 Saga 呢，这油门就比之前的稍微重了很多，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不是说它的车不会去啊，当然这一颗新的1.5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呢，它真的是比之前的1.3公升省油，我觉得啦。然后动力也比之前强了一点啊，可是它还是比较调微在舒适跟省油之间的。油门的感觉，我是觉得可能它那个 spring 它比较稍微的重吧，我不懂，还是这个车比较细还是什么。总之呢，你比起 Pro One 的车来讲它的油门是很重的，你的脚必须要有一点小小的肌肉去推动那个油门。OK， 那个是 spring 的感觉啦，我觉得。而且呢，它这一颗引擎它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它为了调在省油你的油门就必须要先踩深一点它才会给出这个反应。你们看一下我这个仪表前面不是有一个 Eco 的灯的？这个 Eco 的灯不是 Eco Mode， 因为这辆车是除了 D 还有 S 的驾驶模式而已，它是没有节能模式的。所谓的节能模式就是跟着你的油门的踩踏你看，如果说我轻轻踩的时候呢，那个 Eco 的灯是亮起的。如果我再稍微踩深一点，可能50%油门，你看。当Eco 灯解除了之后，这个车就很肯去。那这一代的 Saga 呢，我就很喜欢它一点，就是它有除了 D 还有 S Mode。这个 S Mode它真的是 Sport Mode 嘞。你看，我会放在 S 了之后，整辆车的转速它会拉高一点，然后这个油门的这个响应也更加的敏感。那如果在 D Mode 的时候这辆车很明显感觉到这辆车好像油门都比较懒散，然后反应都比较慢就是很传统的Proton 那种。油门反应慢那种感觉，可是到 S 档的时候哇，整辆车的油门就比D 档好很多。所以呢，有时候我可能去一个下斜坡，然后斜坡就是一个弯道，然后在上坡的时候，我需要油门的响应我就把它切换到 S。然后我的油门就更加的好踩了，而且你看它很愿意拉高转的。之前在格林的3天2夜的旅程我就开过 4AT 跟 CVT 啦，两者都有不同的驾驶方式还有体验4AT 呢，我觉得它在城市里面驾我觉得它的1档跟2档之间它的油门都也是蛮懒散的，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啦。它也是把它 remap 在 S 档，然后它会增加你的油门反应，还有它的这个换挡的逻辑OK， 这个也是 Proton 做到非常好的一点。不再是像以前的 S 档只是拿掉4号牙罢了，剩下123这样子徘徊，它没有真正达到所谓的 Sport Mode 的这一次的 4AT 跟 CVT 的 S 真的是一个 Sport 了的啦。然后我觉得它的1档跟2档3档之间的那个切换，它比较过于节能模式了，我可以这样子说，很喜欢就升档这样子。但是如果你问我，如果在城市里面驾哪一个会比较舒服呢？肯定是 CVT 的。我觉得这个 CVT， 它的因为没有换挡的那种感觉它就是很顺着去咯。然后你在低速的时候低转速，你这两者完全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那噪音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反而呢，你踩完油那一刹那 ，CVT 的这个特性就出来了啦。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把它切换到 S 档。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我会把压缩器给关掉你看这个有自动下，上的话就没有了你要用手拉着它，踩完是不是 CVT 的特性？踩完，你看我这个速度过这个弯。你拿别萨来这样子过，你要感觉有这样的信心吗？没有。不好意思，我一直拿别萨来做比较，因为它这是主打别萨而去嘛。你这个价位还有可以打什么车 ？MyV 可以，我觉得还是比 MyV 好开。
哎呦，你出来又新的也没有哦，踩油不要去哦。是啊，这样子如果你不把那个转速飙高啊，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听到声音的，顺顺开，你在4000转以下 ，OK，it's a very silent car 。之前我开过 CVT 跟4AT 在高速上面的这个转速对比哦，CVT 明显都会比较低一点的在高速上。那我现在维持在120 km/h 左右啊，我的转速也不到3000转，大概2800、2900。反而4AT 呢，已经120的时候3100转左右了，这个是它的之间的分别啦。这个对于开长途的时候，油耗会有少许啊，那么一点少许的分别。可是呢，就在高速上面，如果你要超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油门一下完，那你会知道4AT 跟 CVT 之间的大分别啦。何谓大分别？你会发现到4AT 在面对爬坡或者是超车的时候，高速超车，你会面对于那个转速的尴尬。你看啊，你已经超过100公里每小时了嘛，你把油门踩到完，它最多也是降到3档。那3档它要一直拉，慢慢跟着速度上到去5600转左右，那个速度可能在150啦，哇，最大马力最有力的时候啦，啊，突然切换到4档了，这时候4档呢就比较转速比较低一点的时候，这时候比较难以去再推动这辆车。反正 CVT 啊，你刚刚像我这样子踩完哦，我觉得那个动力还好而已。CVT 要把它发挥到的话，你只要保留一个28%的油门，你把踩完一个88%，你这样子给它下去的话哦，这个车还更加的不错，对吧？那我超喜欢这一代的 Proton Saga 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反应哦，很直接。虽然它已经换上了这个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好让你在高速上面的时候呢，得到一个很沉稳的感觉，重的感觉。而且我可以单手这样子开，很舒服。因为这些 Hydraulic 的话，在高速上面难免都会比较稍微轻盈的，你会觉得有一点没有信心的。这次你看换上了这个 EBS， 一只手握着也没有问题，而且它的指向真的非常直接。OK， 我拿一个做对比啊。我拿 Swiss Sport 来说，这个方向盘是跟 Swiss Sport 一样这么敏感的，你懂吗？很敏感，很直接，我觉得很棒这一点。Proton 把它调教成这么好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回馈。如果你同样的车价，你去买 Pro 的话，任何一辆车你买到最贵的，我跟你说，没有一辆车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回馈会给它这么好，而且它转向幅度也会比 Proton 大。真的，你去驾Ativa啦，因为我有驾Ativa作为日常生活驾的嘛，哇老诶，那个方向盘马路上啊有怎么样啊，我都不感觉到什么东西。然后你对于喜欢驾驶的人来说，你开了 Pro 的话，你再开 Proton 真的是很大分别的。我首先说方向盘的回馈啦啊，动力别说，我们需要一个操控，Saga 真的是很不错。如果开杯萨哦，上高速公路可能开个120到130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辆车因为过度轻盈的关系，还有它的这个车的这个构造哦，觉得好像只是适合城市用而已啊，适合城市用，省油为主。反而Saga哦，你在城市驾也可以，你上高速，在这个价位的车，我就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开160都 OK 的，很 OK 的。当然你不要拿那个以前的几百千的车来比了哈，现在卖50千的二手车，我不要拿那个来比。50千的车，高速公路我真的给它一个1级棒。我说了这么多好的啊，肯定这辆车是有一点小缺点的。刚刚缺点的，我前面的影片已经有讲过，可能这个Power Window没有Auto Up啦啊，然后这辆车的引擎啊 CVT 啊噪音也比较高啊。那引擎呢，他说1.5公升自吸有120 PS。那我坦白说，我感觉不出来这120 PS， 反而你120 PS 的 CD 哦，哇，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它的动力了。我觉得它的120 PS 是有，可是就是因为可能变速箱，或者是它的这个调教啊，引擎的调教会比较偏为，没有这么激进哈，因为为了达到省油的目的哈。OK， 这是我感觉的一点，可是够用啦，一般生活上是够用啦。你可能会加速的时候会跑输给 Myvi 而已，或者 CD， 可是我的稳定性是不输给 CD 的，还不错。虽然它是扭力梁，
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好玩的，而且在这么多Proton车里面哦，我永远都是说 Saga 是最灵活的一辆车，最好开的，在城市里面啊，这种小弯啊，给它踩完，而且哦，50千的车，我觉得它的噪音控制得非常的好哦。它的胎噪比别萨来的好，它的风噪也比别萨来的好。OK， 我开着高速啊，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真的很棒啊，它的隔音。Hello，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响吧。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誰能預計後果？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一點點無心錯。誰沒有一些得不到的夢？誰人負你負我多？誰願意解釋為了什麼？一時已經復問過。OK guys，OK 啦，这个音响中规中矩啦，在这个价位里面，我觉得还不错的啦。OK， 好了，我们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影片。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要干啥了，我们就是要冲上云霄了哈。OK， 好，希望我们下一个影片可以等到你们。我们 Saga 上山了喂，我来给你们欺负哎。够力了 ！OK guys， 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如果你们有打算考虑买 Saga 的话呢，也不妨可以找我试驾啊，或者是下定都可以。然后我们下个影片就会拿这辆车上云顶去看一下它的动力跟它的操控怎么样。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拜拜。